日本防卫副大臣警告美国，有人要偷袭珍珠港。中山太秀钓鱼用直钩，美国政客会不会甘心要咬呢？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如果有人说到这个偷袭珍珠港这事儿啊，大家第一反应二战呢都知道啊。但如果有人说解放军偷袭珍珠港，大伙儿第一反应什么呀？这是不是哪个平行宇宙穿越过来的？结果呢，还真有人就这么穿越了，就是日本的防务副大臣中山太秀。中山太秀就是前两天刚跟日本人说一个中国政策不一定对的那位啊。这两天他又跟美国人说了，说有人要偷袭珍珠港，让美国人当心。美国人说这回不是你们的，中山说不是我们，这回是中国俄罗斯。不过要说偷袭珍珠港这事儿呢，日本人去分析倒真专业，别人没干过呀。玩笑归玩笑啊，日本人之所以要提出这个事儿，倒不是说彻底的空穴来风，因为他借的是俄罗斯的风头。俄罗斯刚刚在夏威夷搞了军事演习嘛，演习位置离珍珠港太近了，在那个位置如果发射巡航导弹打击珍珠港的话，一点都不难。至于中国呢，中国是弹道导弹也有，巡航导弹也有，技术上要打一下珍珠港不难，但是呢，中国真的不会去想偷袭什么事情。技术上有能力不等于战略上有需求。俄罗斯在夏威夷搞演习是有战略需求的，因为以前我们也分析过，它要尽可能的淡化欧洲方向的冲突，通过亚太方向释放一下压力。而中国态度是什么？关键在于台湾问题、钓鱼岛问题上反干涉。美国人不参战，不敢参战才好，所以我们搞了半天拒止，都不是挑战美国性的，而都是让美国知难而退的。真要说战前主动挑事儿打珍珠港，逼着美军参战，这种蠢事儿我们才不会去干呢。那么中山太秀这时候说这个话，说中俄要联手偷袭珍珠港，目的是什么？简单说就是为了拱火，一定要把中美之间的这个火呀继续烧旺，这就是说给美国国内一些政客听的。只要能够塑造一个中国称霸太平洋、欺凌世界的形象，美国那些政客肯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。而美国这帮政客如果不放过这个机会，再继续扩大中国威胁论的话，还能够突出日本的重要地位，日本还能获得美国更多的支持。尤其是说中俄联合动手，特别是俄罗斯海军搞过演习之后，就更刺激美国人的神经。越是这样，美国政客越重视日本这个前线阵地啊。美国军方自己呢，其实倒不是很容易相信这些，因为军方对中俄的军事力量，尤其是海军力量，还有军事思想了解比较清楚的。以前我们老说那个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米利将军，米利就不想和中俄开打，其实呢，他有他的底气。除了这个国内知识度不是很高以外啊，他也公开承认过，他看过很多毛泽东的书、马列的书，他知道中国的外交原则就不可能是主动进攻型的，所以只要美军不去主动惹事儿，自己的安全应该是没有问题。但是呢，美国军方呢知道中国人不会这么干，也会利用这个说法去强调中俄威胁。强调中俄威胁的好处就是向美国国会可以继续要钱、要地位、要装备。所以呢，就算明明知道中山太秀这套说法是直钩钓鱼，美国军方政客也愿意去表现一下，咬一口这个钓饵，反正自己就算咬了钓饵，身体不动就行了。而中山太秀在短时间之内呢，连续2次试图刺激和推动美国对中国采取进一步的敌对态度，也是豁出去了。日本防务省刚刚宣布，中山太秀的话仅仅代表其个人，不代表日本政府的意见。意思就是一方面安抚中国这事儿跟我无关，他个人意见；另一方面等于告诉中山，你放心随便说，你说什么我们不认账就行了。那么中山一看，既然已经得罪中国了，日本政府呢也没有买账，那干脆恶人做到底，大不了以后解职当弃子。这个副大臣不当了都无所谓，反正他回到日本，日本右翼还会把他继续捧上天，他以后在政治上仍然有翻盘的机会。所以呢，日本有些政客就是这样，始终秉承着要么挨一顿臭揍被征服几百年，要么就不停挑事儿这么一个历史传承。而且呢，对当前历史发展的大的趋势，似乎也缺乏了敏锐的观察，还有长远的规划。日本老想着是要维持二战后那种发展速度，就必须把国际关系、国际环境维持在冷战状态下，这样利用美国跟周围的矛盾，才能获取美国的支持，从中渔利。但是呢，日本就没有看到自己在冷战期间依靠的那棵参天大树，现在还结实不结实？是不是已经浑身是洞了？其实日本最应该明白的是一点，就是这个年头你应该干的事儿就是帮着中美双方
降温灭火，日本才有安全和发展可言。因为中美之间这把火真要烧得太大了，日本一定是作为战场先烧毁。狡猾不是大智慧，能看清长远的形势才是日本人最应该学会的智慧。好，关于日本这位中山太秀为什么又提起了日本传统的本事偷袭珍珠港，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